其实，你不用在乎那么多的，知道吗？你可以不在乎，但是我不能不在乎。你们狐族之前可是仙族，再加上你可是狐族的公主，我必须得拿出10分的诚意，这样你爹爹才能安心把你交给我。早知道有一天我会遇到一个这么喜欢的人，我就每日精修功法，精湛学术，成为全世界最好的妖，这样我才配得上你。小乌龟，就算你什么都没有，我也一辈子跟定你了。是何人，竟敢私闯妖族禁地？可以了。7日之内不能沾水，否则伤口会感染。还有啊，要注意忌口，什么辛辣、海鲜、生冷的食物都不能吃，明白吗？你这年纪轻轻的，怎么学得如此破马？小人。昨日喝完了如意酒，你可想明白你内心所想了吗？不跟他们回凌霄派，真的是你内心最深层的想法吗？上次离开，我心中很是愤怒，但是这一次，我是真的放下了。之前在镜湖水月，我已经说过，以前我肩负着师门的责任，可现在我却为自己而活。我不愿留下遗憾。燕丹，我想让你明白我的心意。我最想守护的人就在眼前。既然你已经知道我恢复了记忆，那你便应该知道，我之前说的那番话都是真的。你我之间绝没有半点可能。待我帮你寻回4大神器，你回归天界，重新做帝君之时，我们的情分便是缘尽了。燕丹，昨夜的如意酒十分有效，你教我酿酒可好？如意酒的材料十分罕见，已经没有了。既然原料珍贵难觅，那就算了吧。
你孤身在寒夜中采集花露，难道只是为了让唐周睡个好觉？于墨，你上哪儿去了？我刚刚找你找了好久。我闲来无事，便出去走走。什么？我给你配制的药，可以治你身上的疤痕。其实这个药的配方，我前段时日已经得到了，只是其中有一味月光非常难采集。月光？对啊，这副药是由风花雪月特配而成的，前3种我都已经采集了，唯独这最后一味月光。月光需要新月、满月、上弦、下弦4种整夜的月光才能配制成功。哦，那你去明须山就是为了采月光的吗？是啊，正好那夜是下弦月，就是我收集的最后一道月光。我之前在野兰山的时候曾经答应过你，一定会帮你把身上的伤疤治好，我当然要言而有信了。如今有了这个药，你身上的伤不会再反复了。你真心待我，我却那般想你。燕丹，对不起。好啦，不要再说感谢我的话。我以前忘记前尘的时候，灵力又低微，多亏了你在护佑我。而如今，我已经恢复记忆了，并且灵力大增。以后你这条小黑鱼啊，就靠我这靠山吧。好。禀告山主，百灵，怎么了？紫离山主和琳琅失踪了。什么？唐公子，冒昧打扰，想与你做一桩生意。吴影寿传信要我，明日携带神器前往凤泉谷。神器上交之后才能放人，否则琳琅和紫林会有性命之忧，而且整个山境也会遭受灭顶之灾。于墨，正是东海龙宫中的那只无影兽。自我们寻找神器开始，你因为忘记前尘，所以不懂得仙法，很少使用3大神器。有谁知道神器是在你身上的？又有谁以紫菱还有琳琅作为要挟呢？会不会是神霄公主？不可能。昔日创世之战，他便连同龙王里应外合，屠杀我九岐一族。之后仙魔之战，又杀我师父。我与此人有不共戴天之仇，我定能认他。北冥仙君不是战死的，这个人是谁？此人再次现世，为什么这一次却是冲着你来的？我第一次下山捉妖之时，被人追杀，所入法阵损了仙衣，而如今，他既然知道我还活着，定会再次动手。此人在九岐灭族之时便已开始计划，足见其深谋远虑。经过数万年，又无人知晓，足见其如此细致。现如今，他要知道唐州下凡罹难的一切消息，又能轻而易举的
将他的仙衣破损。如此推断，他定是仙上非常尊贵的仙鬼。如今他知道我尚存于世，却没有直接杀入山境，那是因为他知道夜兰山正是妖族的聚集之地。若是生战的话，那必定会惊动天界，所以他不敢轻举妄动。所以你更不能将神器交出去，不然当年那些惨死的人更是枉死了，夜兰山也会有危险。一旦你身死的话，三界必定会大乱。你们这说的也太邪乎了！这位唐州唐公子是什么大罗金仙转世啊？怎么感觉我们山境要大祸临头了？对了，燕丹，你曾经说过我是天上的帝君，我以为你在骗我，难道这是真的？我们不然去问问陆明吧。不可，此人若知唐州还没有离世，定会调查是谁破坏了他的计划。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去问陆明，定会将他陷入为难之中。那我立刻调进山境众妖，哪怕那人是大罗金仙，只要我们妖界万妖齐心，总能把人救下来。你想的实在是太天真了，此人的妖力一定非常非常的强盛。如果此刻你集结大家，跟送死有什么分别？严旦说的没错，可是，如若唐州的仙力还在，再加上我的九旗之力，我们两个说不定可以赢他。现如今，他的裂痕之症已经灼伤他的肉体，若再使用仙力的话，恐会性命不保啊！我有一个。山主，紫妍，山主，你别着急啊，山主会把琳琅救回来的。紫嫣，山主，我能找到我姐姐。狐族嗅觉闻名三界，对狐族人而言，每个人的味道是不一样的，哪怕远隔千里，也可以寻其气息，辨其方位。我姐姐就在风泉谷中，山主哥哥、严丹姐姐，你们带上我吧。我记得你以前没有喝酒的癖好。这是以前你的癖好，只不过你不记得了。月破之日，天地两冲，有流星美景，却是不期之祥。对于天上的仙官来说，流星不过是应卯的差事，而对于像你这样修行的人来说，则是占卜凶吉的方式。还是普通的凡人好啊，他们对着流星许愿，并且认为一定可以实现。别动。许愿谁不会啊？是啊，许愿揪我的睫毛，这合理吗？不行，我要揪你一个。哎。
这小人。燕丹，你知道我许的是什么愿望吗？3界太平，终生喜乐呗。我希望你能像从前一样快乐，然后你喜欢我。褪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。会走出一你来到凡间，不过是来历练的。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一场梦。看到了吗？流星汇集的云彩处，才是你最终的家。你早晚都会回去的。神仙是不得有情的，我们是不可能的。你早晚都会回去的。若是我不愿意回去呢？如果我们计划落空，明日我将神器交出去，就再也无法归位了。可那样你会死的，你知不知道？若是我死了，你会原谅我吗？燕丹，虽然你一直不肯告诉我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里看流星吗？900年前，我曾经也跟一个人看过流星。刚开始我很讨厌他，可是后来，我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他。这个人救过我，也伤过我的心，但他跟我说，他肩负着众生，他的心里不能有任何的牵挂。那个时候我不明白他的意思，可是我现在明白了。无论是人、妖，或者是神仙，他们都有自己的责任。所以唐周，你不能留在这里。可是燕丹，那个人不是我。你跟他一样，你们肩负着一样的责任，你们不得不去承担。我不想等你以后回忆起所有，你会后悔和不甘。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，我一定会让你顺利归位。可是燕丹，我跟那个人不一样，我不是他。开人厮守。
救我！姐姐，紫嫣，紫嫣，姐姐，救我，于墨！你发什么呆呢？快啊！紫嫣，紫嫣，云墨哥哥，姐姐在那呢。快呀，于墨！姐姐，紫嫣，紫琳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姐姐看看。你不是我姐姐，这不是她的味道。怎么了，紫嫣？怎么会呢？可你分明是她。紫嫣，傀儡术。这狐族的嗅觉果然敏锐，可惜呀，白长了那狐狸一条尾巴。唉，竟然还能被识破。你竟敢看我姐姐的尾巴，我跟你拼了！别动！别动！再不束手就擒，这孩子的命就算在你身上。如此老套的戏法，竟然演到我的头上。紫嫣，乖，把眼睛闭上。唐天师，没想到我们还有重聚的一天。阁下如此执着于我，为何不敢现身呢？你一个将死之人，何须赌我真容？你不是当时伤我的那个人，你的仙力远高于他。手下无用，我便亲自前来。我知道玄香教了你神器嵌体之法，如若你不自愿交出，我便无法取得。但是你仙力被封，敌不过我。现在交出来，我保证你朋友们平安无事。你到底是谁？交出神器，我便解你心头疑惑，让你死而无憾。若今日与你玉石俱焚，岂不更死而无憾？放心，我没事儿。北冥仙君，这是傀儡术。连蛋。嫌疑破损，必然殒命，无药可医。没想到竟然能够集齐三神器，稳住了心脉。我更没有想到，这个傻丫头甘愿自舍真身相救，保住你的性命。凡所牵挂，皆为心障。她的存在，必定会是你的命门。你放了他，要不然我就亲手毁了这3件法器。哼！不要挡着！小小一只花妖与我的大计无碍，
我只是想亲手要了你的命。唐周，唐周不要！唐周，咱们昨晚不是说好的吗？遇水烧破都不会交出神器。我是小人，说好不作数的。对不住了，我必须要亲手杀了你，才能够放心。恐怕不能如你所愿了。看看你自己的手。普通的凡人法器困不住你，把你吸进玉葫芦，不过是想将同命咒种在你的身上而已。同命咒？没错，我们苦心研究出来的法咒，为了就是防止你杀人灭口。中咒人、施咒人命脉相连，你若是伤他，便会长出黑纹，伤他越深，黑纹便会越多。你隐秘行事，不过是不想惊动天界。若是满脸黑斑的回去，别人会引起怀疑。若想破咒的话，只需7日，不施仙法，精心修化。若是在破此咒之前，唐周不幸殒命，你便会和他一起魂灵聚散。我不相信。雨墨，到底是何人，还敢装成我师父的样子？你仙衣受损至此，又受了我一掌，我杀不杀你没有什么分别。7日之后，我自会派人来替你收尸。唐周，紫林离郎已经救下，送回夜来山了，放心吧。唐周，唐周，没事吧？没事。这是什么？不好！怎么回事？唐周，唐周，我的汉难之力为何注入不了？他这样下去会死吗？我方在暗中已经试过他的灵力，他冒险使用灵力，心力受损，元神不稳，而且他们必然已经知晓你四野汉丹的妙用之处，在打斗当中动了手脚。现在赶紧将唐周送回夜来山，用温泉水进行治疗。徒弟，刚才所发生的一切，你可都看清楚了，务必如实记录，上报天界。此事事关清离帝君应渊的生死，切勿怠慢。小仙明白，看刚才那神秘人的功法，至少是个修为极高的上仙，可那人面也不露。小仙仙职低微，只怕这信传到天界，到不了帝尊手里，就会被中途拦截呀。您放心，7日之内，我定会让他返回天界。到时候，按照去信的线索去探，便知是谁拦了此信，此人便会真相大白。小仙明白，公子放心。你想了，唐公子，这里呢是椰兰山的温泉宝地，大伤小伤都能治。你放心吧，现在椰兰山所有的小妖都在想办法救你，你一定会没事的。谢谢你们。
你怎么了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有点恶心，想吐。是吗？我看你先前救琳琅的时候，不是挺威武的吗？哦，说不定是你在上天修行的时候，曾经被唐公子捉弄过。瞎说什么呢？我这身手，向来只有我欺负别人的份儿。是。心灵不稳，猎魂症发作，没吓着你。后退。很不好意思啊，唐公子，我今天可能是肚子不太舒服。你的大恩，下次再来拜谢。改日我带着琳琅再来拜谢。每次见到你这位朋友，都觉得非常亲切，而且总想摸摸他的脑袋。莫非过往真的是有过什么机缘？天机不可泄露。别担心，这温泉倒颇有神效，耳目清明不少。真没想到，事情最终还是到了这个地步，这般连累你。我不知该如何报答。你这报答的不是挺好的吗？于山主若是我小气得很。我并非指的是颜丹，只要你给我找一块有山有水的墓地便好。偏不舍得便宜你。我是万妖之王，一个万妖之王治好了一个捉妖天师，这样的美谈怎能放过？你不必多想，在此安心养伤便是。魔界人皆已丧命，那个神秘人明明功法招式都是天界仙法，可为何他还会傀儡术？我也传信问了柳维阳，他说这个法术只有他和魔族的长老会用。可是那些长老早已成了生死场上搓磨千年的骨灰，现如今会这个法术的，除了他以外，还有一人。只是我不方便多问罢了。陶子气，没错。陶子气刚刚重生，心里绝不可能与那神秘人相提并论。但如果他在仙魔大战之前将此术交给了仙界同僚，我也这么想，所以我回信，邀他们来山境一聚，想借此机会好好聊聊。除此之外，
还有何人习得傀儡术？颜淡呢？在藏书阁，为了你寻找治疗的方法，以及地址的线索。你中掌之后，体内仙气冲撞，脉息闭塞，无论是药石还是灵力，都无法注入你体内。如若不赶快找到破解之法，我怕你撑不了半个月。想杀我的人，当年出了纰漏。这一掌，想来他已思虑万全，无法轻易化解。神器所在，必生异象。我也一直在找各个神器的线索，唯有地址，从未听说过任何只言片语。纵使寻得了一个神器，也无法阻止嫌疑破碎。你虽游历四海，也不过是一人之力。我为万妖之王，手下掌管万妖，说不定很快就能找到地址的线索呢。说身注定一死，何苦拖延时日？那神秘人中了同命咒，与我一起魂飞魄散。至少，我死前的日子，能与你还有颜淡一起度过，我已经没有遗憾了。雨墨，为了颜淡，我还有一件事要去做。我们只有7日的时间，7日后那神秘人逼出体内的同命咒，便会再下杀手。届时，或许野兰山都要大祸临头。可四海之大，典籍之多，我去哪儿找呢？难道要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再死一次吗？燕丹姑娘，不好了！大殿里来了位妖友，要叶兰山给他一个交代。我才多久没回来，就有人敢来叶兰山闹事儿，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。族长大人，这些年都是误会。您看看我们紫妍琳琅在我们山境养得多好啊，白净可爱的，皮毛这么的光滑。那绑架的事情真的都是意外，我们把他们像家人一样对待。您为什么非要带走他们呢？好了，别晃我了，都快给我晃死了！什么家人呐？琳琅来了山境那么久，一个名分都没有，还被来历不明的人掳走，险些出事。我们胡族讲究有恩必报。是。当初为了紫妍的性命，琳琅愿意下嫁。感情反倒是你们野兰山瞧不上我们琳琅了，是吧？不，我看您说的瞧得上，是之前我们山境遇到了一些事情，比较忙，所以就行，别拿事忙来搪塞我啊！要他们留下可以，姐弟俩被人掳走的账我也能略去不提，只要于墨山主明媒正娶琳琅为妻，颜淡姑娘下嫁紫妍，我不仅一句说辞没有，彩礼和聘礼我也一定是给足诚意。紫妍，别添乱。是这样的，族长，我们琳琅姑娘虽然一开始是奔着于墨来的，可这段时间她在我们野兰山相处的时候，却被另外一位青年才俊深深地吸引了，对吧，琳琅？对。青年才俊啊，你们山境除了山主之外，还有什么青年才俊呢？别是琳琅贪玩，你们随便拉出个乌龟小王八来糊弄我呀？不是的，爹，我谁敢带琳琅走，我和他拼命！
爹，他就是我爱上的那个乌龟小王八，我嘉定他了。爹，我们胡族出身先祖，之前架龙架凤都是有的。如今虽被除了仙籍，但你也毕竟是我辛辛苦苦养了几百年的闺女，竟要下嫁给一只吃臭鱼烂虾的乌龟呢？族长，有话好好说，别激动，别激动。对，爹，消消气。我再问你一次，你是不是铁了心要嫁给他？爹，我和紫菱被劫之时，就立下了誓言，只要能活着出去，我们必定要厮守一生，永远都不分开。岳父大人，如果能让我娶琳琅，我保证，我不吃虾，不吃鱼。好，您答应了？我现在就死给你们看！林神阳，你是保不住了，族长。